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今天我要分享给您的是老北京豆汁儿的做法。使用这个方法，我已经自制豆汁儿超过10年。如果您爱喝豆汁儿，那您一定要将今天的视频仔细看完，保证您可以在家做出地道的豆汁儿。制作豆汁儿需要5个步骤，那么咱们就正式开始吧。第一步，泡豆。绿豆清洗干净后，加入2倍的水泡24小时，直至将绿豆泡到手能轻易搓掉豆皮。第二步，磨浆。将泡好的绿豆中分次加入1:8的清水，水要分次放，别一次都放进去，不然打出来的浆不够细。第三步，过筛。打碎的豆浆要过筛去掉豆渣，这一步也可以使用豆包布来完成。第4步，沉淀。豆渣和豆浆分离好之后，先将豆浆沉淀3小时，期间最好不要晃动它，目的是让豆浆中的淀粉沉淀。滤出的豆渣您别扔掉，这还能做成另外一道老北京的美食。经过3个小时的沉淀后，把豆浆上层液体倒出，剩下的就是绿豆淀粉了。这个可以做成凉皮或凉粉吃，一点都不浪费。第5步，发酵。将分离淀粉后的豆浆放回锅中，去掉表面浮沫，开始发酵。这一步应该算是豆汁最重要的环节。每个季节由于温度和湿度不同，所以发酵的时间也要随之变化。如果是第一次制作豆汁儿，因为没有引子，所以发酵的时间要比使用引子长1倍左右的时间。所以第一次制作豆汁儿，在室温28至30度时，至少发酵48至72小时，但也不能时间太长，那样豆汁儿就不是发酵，而是变质了。经过48个小时的发酵，您可以通过2个方法，每过几小时就检查一次豆汁儿发酵的情况。第一个方法是闻，当闻到比较浓烈的酸味时，说明发酵的就差不多了。第二个方法是尝，如果豆汁儿已经酸味醇厚，略带甘甜的回味，也能说明发酵的不错。这时您就可以依照酸度来决定是否终止发酵了。如果您喜欢更酸一些的口味，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多发酵几个小时。如果不喜欢太酸的口味，就马上停止发酵，尽快将豆汁儿煮熟。发酵好的豆汁儿，别忘记留下一些上层的浆水当引子。有了这个引子，下次再做豆汁儿时，不仅味道更醇厚，发酵的时间也能大幅减少。这其实就和我们发面时用老面肥当引子的作用一样，可以加速发酵。引子放到冰箱冷藏室中储存就可以，放上2个月都没有问题。下次用的时候，就直接将引子倒入准备发酵的豆浆中就行了，简单好用。豆汁在煮之前要去掉上层部分的浆水，这个浆水就是您刚才收起来的引子。浆水保留的量一般是豆汁的1/3左右就够了，不要保留太多，不然豆汁煮出来比较稀。其实生豆汁是浆水下这些颜色略深、质地浓稠的物质。将豆汁搅拌均匀后，就可以开始煮了。锅中先放一些开水煮开，然后加入1半豆汁儿，用中火煮，别等豆汁儿开锅。眼看着温度升高，就马上兑入生豆汁儿，不断的反复，让锅始终保持着即将开锅，但绝对不能开锅的火候。等所有豆汁儿都兑入之后，改成最小火保温，随吃随成。喝不完的豆汁儿，您可以放凉后装在瓶中，放在冰箱冷藏。想喝的时候拿出来就能喝。凉豆汁儿喝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。清热败火又减肥，比碳酸饮料可强多了。检验豆汁煮的合不合格也很简单，您将煮好的豆汁放在一个玻璃杯中，静置20分钟。如果不分层，就说明煮的火候合适；如果分层了，就说明火大了。之前滤出的豆渣可能会有人认为发酵后就是麻豆腐，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，其实这不是麻豆腐。将豆汁大火煮成分离状态，过滤后剩下的才是麻豆腐。但这个豆渣其实和麻豆腐口味上差别还真不大，我每次都把豆渣当成麻豆腐来做，味道口感很地道，非常好吃，一点都不比麻豆腐差。很多人不喜欢豆汁的味道，说豆汁又酸又臭，其实一碗好的豆汁应该是酸味醇厚，略带清甜的。如果能配上6必居的麻仁金丝，拌上少许辣椒油，再来上2个炸的焦黄酥脆的焦圈，那就太地道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吃麻豆腐或焦圈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，我为大家出一期做法。我是小杨，就爱你们好好吃饭的样子。下个视频咱们不见不散。